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已经彻底笼罩了巴拉卡公路，只有车灯的光柱穿破黑暗，洒在蜿蜒的山道上。阿东驾驶着一辆老旧的轿车，沿着这条偏僻的山区公路前行。他从高雄出发，想要赶往屏东。这条路他走过不少次，但今晚空气中仿佛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沉默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他的车窗微微开着，山林间的冷风时不时地吹入车内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。阿东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侧头望去，周围的森林被漆黑的夜色吞噬，连鸟儿的叫声都消失了，所有的生命似乎都悄无声息地躲藏了起来。他调整了一下后视镜，发现自己的脸色看起来比平时苍白了些，可能是长时间独自开车，身体感到些许疲惫，眼皮也有些沉重。阿东转动方向盘，驶过一个又一个弯道，手握方向盘的力度逐渐加大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尽管已经习惯了这条路，但每一次经过这里，总是会不自觉地感到一阵不安。车载收音机忽然发出一阵刺耳的杂音，阿东皱眉调整了一下频率，却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的广播。奇怪了，信号一直不稳定。随着车速的加快，收音机的杂音越来越大，听得阿东心烦意乱。这鬼路真是够偏僻的，他轻声嘟囔，试图打破车内越来越沉重的气氛。突然，车头的灯光照射到远方的公路尽头，阿东的心跳一阵加速。他看到远处有一道光，像是另一辆车的车灯，正朝着他迎面而来。那光点在黑暗中格外显眼，闪烁着，犹如信号一般。会不会是前方有车？他喃喃自语，眉头皱起。巴拉卡公路是条不常有人行驶的荒道，深夜里不可能有那么多车辆。他加速试图靠近那道光，却发现车灯的亮度似乎有些不对，那光点忽明忽暗，时而变亮，时而变暗。阿东不禁皱了皱眉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一丝异样的焦虑。车窗外的风声愈发凄凉，仿佛在窃窃私语，传递着不明的讯息。随着他逐渐接近，车前的那道光变得越来越近，可眼前的道路依然空荡荡的，什么车都没有。阿东轻轻踩了刹车，车速减缓，心脏的跳动也愈发剧烈。刚才的那道光消失了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是不是太累了，出错了视线？阿东强迫自己冷静，深吸一口气，却突然听到车后传来了一阵轰鸣声。那声音似乎来自远处，但又极其接近。阿东迅速回头看去，后方的道路空无一人，没有任何车辆。他的视线只触及到那片黑暗的山林，而轰鸣声却依然清晰可闻。一股冷意顺着脊背升起，他再次回头，紧张地握住方向盘。不会吧，真的是幻听了吗？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，但那声音却清晰地回响在耳边。他猛地踩下油门，车速一下子冲了出去，试图摆脱那种无法名状的不安。前方的山道一如既往的蜿蜒，却似乎永远没有尽头。就在此时，车窗突然咔嗒一声自行打开了一道缝隙，凉风吹了进来，带着一丝潮湿和腐朽的气息。阿东的心脏又猛地一紧，他伸手去关窗，却发现按钮没有任何反应。不对劲，他自言自语，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不安。视线再次落在车后镜上，眼角的余光似乎捕捉到了一道模糊的影像。那道影像并不清晰，像是一个身影在黑暗中晃动，像是有东西在追着他。他猛地回头看去，车内一片寂静，什么也没有，连刚才的轰鸣声也不见了。但他知道这条路绝不平静。车速越来越快，阿东的手紧紧握住方向盘，心跳如鼓。四周的黑暗逐渐吞噬了他的一切视线，车灯的光柱越发显得微弱，仿佛随时可能熄灭。风声在耳边呼啸，他下意识地加大了油门。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那道幽灵般的光线始终紧随其后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牢牢抓住了他的心脏。就在他深吸一口气，准备再次回头查看时，车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嘶嘶声。阿东猛地一惊，连忙转过头去，视线扫过四周，没有车，没有人，只有黑暗和他自己逐渐升高的呼吸声。
但那光却依然存在，远远的，近乎消失，又再次显现出来。它没有像正常车灯那样闪烁，而是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忽明忽暗，就像是某种信号，或者说某种无法言说的引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东喃喃自语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惧。他心底涌现出一种强烈的念头：离开这里，快离开！他猛地踩下刹车，车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平稳。然而随着车速的减缓，那道光依旧存在，在他眼前晃动，仿佛并未因距离的拉远而消失。怎么可能？他自语道，眼中闪过一丝困惑。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任何车辆驶过，这条路明明没有其他人。然而他的眼睛在盯着那道光的瞬间，却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脊背传来。车头的灯光照射过去，光束轻轻扫过前方的一段空旷路面，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这不对劲！阿东的喉咙发干，心跳加速。就在他再次准备加速时，车后传来一阵更为清晰的轰鸣声，似乎比刚才还要近。他猛地回头，空无一物，黑暗中什么也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股莫名的焦虑笼罩在他的心头。那道光，轰鸣声，车窗的莫名开启，这一切都是在考验他的理智。他强迫自己深呼吸，回到理智的状态，冷静，不要慌。然而下一秒，车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刺破了周围的宁静。是什么？阿东的视线迅速从前方扫向车后，忽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。车灯投射出的光束下，远处的山道上赫然站着一个身影，一个模糊的人影，依稀可辨。阿东的心脏猛然一沉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个人影并没有任何动静，静静地站在路中间，脸朝向他，像是等待着什么。他的脑袋嗡嗡作响，脚下一软，几乎想要踩下刹车。那身影似乎并不真实，仿佛不是活人，而是从某个未知的时空中漂浮而来。该死！阿东心里一阵恐慌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在睁开眼时，那个人影依旧站在那里，面无表情，像是一个幽灵，像是一个已经消失的存在。随着车子缓缓接近，那人影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似乎站在路中央，毫不躲闪。阿东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手在方向盘上紧紧攥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道人影。突然间，他的心跳加速，眼前的那个身影似乎开始缓慢移动。他立刻刹车，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在砂石路上滑行了几米后才停下来。车内静悄悄的，唯一能听到的是他急促的呼吸声。当车停稳时，阿东大汗淋漓，心跳如雷。他紧张地转过头，看向后视镜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那人影消失了，像是融入了黑暗。我没有看错，一定是错觉。他低声自语，但声音中却充满了不自信。就在他刚准备松一口气时，副驾驶座的窗户突然啪的一声打开了一道缝隙，一股寒气随之涌入车内。阿东立刻猛地转过头看向副驾驶，眼睛一下子瞪大，那里空空如也，心跳剧烈跳动，冷汗顺着额头流下。阿东的脑袋一片空白，他紧张地抓住方向盘，似乎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在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他想要开车离开，却无法再动弹一分。外面那个幽灵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我真的应该离开这里。阿东声音颤抖，嘴巴干涩。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幻觉，这里巴拉卡公路似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恐怖。阿东的手开始不自觉地发抖，他紧盯着前方的路，双眼几乎没有眨动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车子继续在那条幽深的山道上行驶，四周的黑暗让人窒息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压缩成一条单一的车道，无法逃脱。冷风轻轻掠过车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润的泥土气味，令人感到压抑。就在此时，阿东突然觉得车灯前方的路变得异常昏暗，几乎完全看不见前方的路面。那道奇怪的光点再次出现在远处，但这次它并不是车灯的反射，似乎是在深山中某处闪烁的幽灵般的光亮。阿东皱了皱眉，
脑袋又开始嗡嗡作响，那光太不正常了。他本能地踩下油门，车速稍微加快，试图让自己远离那道光，但这时车头突然失去了控制，车轮轻微打滑，车身似乎被什么力量牵引着，急速向左偏移。阿东猛地抓住方向盘，车子颤抖着再次稳定下来，他的额头已经满是汗水，呼吸急促，别再搞鬼了，别再搞鬼了。他低声自言自语，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然而车灯突然照亮了前方的一个景象，那一刻阿东的心脏几乎停跳。路中央站着一个身影，一个人影，但他不同于任何他见过的活人。那人站得笔直，双腿僵硬如同木偶，面朝前方，空洞的眼眶望向远处。最让阿东无法承受的是，那人的脖部空空如也，仿佛完全没有头部，只是一个光滑的脖梗，仿佛被什么利器狠心切割，血迹早已消失，剩下的只有一片死寂的空白。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心跳声变得异常清晰，仿佛整个世界的声音都被那道无头的幽灵吞噬了。这不可能！阿东的声音几乎是低不可闻，他的喉咙干涩的像是被砂纸刮过。那人影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，或许在等待着他，或许是在等待着某个不可知的命运。阿东猛地踩下刹车，车身迅速停了下来，车头的灯光依然直直照在那道幽灵的身影上，空气中的寒气仿佛更加浓烈，周围的黑暗几乎把车子吞噬了进去，只剩下前方那道没有头的人影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但视线依然无法移开那个人影的身躯。几秒钟过去了，那人影没有动，仿佛是完全僵化了。阿东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将车窗摇下来，试图听到任何来自周围的声音。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车外轻轻的风声，还有他自己急促的呼吸。如果他没动，那我也许可以通过。阿东的脑袋开始转动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停留在这里，尽管那人影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，但他还是选择了尝试加速通过。然而就在他即将再次踩下油门的瞬间，那个无头幽灵突然动了，他的双腿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，动作不自然，像是机械一般，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咯吱声。阿东的心跳瞬间加速，他试图扭动方向盘准备绕过那个身影，但他的手却无法再控制方向盘，车子仿佛被某种力量禁锢住了，无法前进，甚至无法转动。我不能动了吗？阿东心里一阵恐慌，他的双手微微发抖，身体僵硬的像是冻结在了时间里。就在此时，那个无头幽灵突然转过身来，缓慢而机械的动作让他几乎屏住了呼吸。阿东看到那个没有头的人影似乎低下了身子，双臂向前伸出，仿佛要抓住什么。车内的气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眼前的黑暗越来越浓，光线开始模糊，车内的空气越来越冷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消失。他试图用力踩下油门，但车子依然不动分毫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刻，那个人影突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声音，空洞的嗓音从没有头的脖梗处传来：你停下了。阿东的心脏瞬间被冰冷的恐惧攥住，手脚变得麻木。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个幻觉，他被困在了某种无法摆脱的诅咒中。这个无头幽灵并非属于这个世界，而他或许永远也无法离开这条道路。阿东的心跳越来越急促，眼前的世界仿佛变得越发模糊，他的视线紧紧盯着那道无头幽灵，无法转移。空气中的寒气让他浑身发冷，仿佛时间也在这一刻冻结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。车窗外，那个幽灵缓慢而沉重的步伐逐渐逼近。阿东觉得自己无路可逃，身体被一股无法名状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不能死在这里，不能死在这里。他在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，像是某种咒语，希望能驱散眼前的恐惧。突然，车门咯吱一声轻响，他猛地回过神，转头看向副驾驶座的方向。那扇车门在没有任何风的情况下，竟然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。是谁？阿东大喊，声音中带着明显的颤抖。他的目光紧盯着那扇打开的车门，心里一阵惊慌失措。他知道这一切不对劲，车门不可能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自动打开。而就在他愣住的瞬间，
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副驾驶座前，那是一个女人，脸色苍白，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阿东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他几乎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那双空洞的眼睛吸引了过去。女人的脸苍白如纸，眼神中没有一丝生气，仿佛只是一个无魂的躯壳。你是谁？阿东的声音几乎被恐惧压得发不出声音。他想转身下车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脚都变得沉重，根本无法动弹。那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始终盯着阿东看。阿东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从女人的身上散发出来，整个车厢仿佛被她的存在填满，连空气都变得沉重而无法呼吸。你是鬼吗？阿东终于忍不住问出声，声音颤抖，语气几乎带着一种恳求。女人的眼睛依旧空洞，没有回应。她缓缓伸出了手，那只苍白的手似乎没有任何温度，完全不像是活人应该拥有的触感。她的指尖指向了阿东，然后缓缓开口，你迷路了。阿东感觉到一阵头皮发麻，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丝念头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她的眼神，她的语气，甚至是她的存在，像极了一个幻觉，或者是某种诱捕灵魂的存在。我不是迷路，我只是想回家。阿东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他感觉自己在这辆车里被逼得四面楚歌。女人依然没有回答，只是那只手继续向他伸来，仿佛在邀请他进入他的世界。阿东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，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，仿佛已经没有力气去反抗。就在这时，女人突然开口，声音如同从地狱深处传来，低沉而空洞，你走错路了，你已经无法离开这里。阿东的心脏狠狠一跳，眼前的景象变得越来越模糊。车窗外的无头幽灵仿佛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转身缓缓消失在黑暗之中，留下一片死寂。空气中的压迫感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浓烈。阿东的视线逐渐模糊，他感到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，车内的一切都仿佛在变形，甚至连他的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女人依旧坐在那里，她那空洞的眼神死死盯着他，仿佛早已预知了他的一切。你不可能离开。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带着一丝不容反驳的冷酷。阿东的心脏猛然收紧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一切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幻觉，或许他已经被困在一个永无尽头的噩梦里，永远无法逃脱。突然间，他的车窗外传来一阵尖锐的刺耳声，像是玻璃被某种尖锐的东西划破。阿东转头看去，外面的黑暗中隐约可见一双发光的眼睛，那双眼睛不属于任何活物，它们空洞深邃，充满了无尽的黑暗。你阿东的声音哽咽，他的手开始无意识的颤抖，紧紧抓住方向盘。你不能逃。女人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声音低沉，仿佛是从深渊中传出的召唤。随着那双眼睛越来越接近，阿东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视线逐渐变得重重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死循环。那个女人，那个无头幽灵，那双发光的眼睛，都在默默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的灵魂被吞噬。阿东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某种无法挣脱的黑暗中。车窗外，那双发光的眼睛越来越近，仿佛逼近他灵魂的深处。内心的恐惧像潮水般袭来，他已经无力去反抗，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，逃不掉了。他喃喃自语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。那辆车，那个女人，那个无头幽灵，所有的一切仿佛在瞬间凝聚成了一个无法打破的梦魇。他强迫自己看向后视镜，却只看到一片死寂的黑暗，车后空无一物，那双眼睛已经消失了。然而阿东的心脏仍旧在剧烈跳动，仿佛不受控制。我怎么会这样？他咽下口水，声音微弱，几乎听不见。他环顾四周，车厢内依然静悄悄的，除了他自己的喘息声，仿佛没有任何外界的声音。但他知道，他并不孤单。阿东再次抬起头，看向前方的道路，那条黑暗的山道在眼前延展，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。
然而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却并未因此得到缓解，恍若幻觉般的景象再次涌上心头，车窗自动开启，神秘女人的出现，无头幽灵的低语，一切的一切都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编织成的梦，无法触及，却又如此真实。突然，他眼角余光瞥见了路旁的标志牌，那牌子已经被岁月侵蚀的斑驳不堪。阿东突然心头一震，那块破旧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巴拉卡公路，禁止通行，禁止通行。他喃喃自语，脑海中的一丝疑问瞬间拉开了他思绪的大门。那一瞬间，他想起了自己当初接到的通知，是的，这条路并没有重新开放，它一直都是封闭的。他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一点？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已经错了。他的心跳剧烈加速，突然之间，一阵强烈的头痛袭来。阿东眼前的景象开始剧烈摇晃，视线模糊，车身似乎也在微微晃动。就当他努力去稳住自己时，他突然听见了一个声音，清晰而沉重：你早已被引导到这里。这声音并非来自车内，也非来自他周围的任何人，它仿佛来自深山中的某个幽深角落，如同回响在他心底的召唤。什么？被引导？阿东的脑袋忽然一阵剧烈的疼痛，像是有某种力量在猛烈地撕扯他的思绪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：你不明白吗？你已经在这里迷失很久了。他猛地抬头，车前的景象忽然发生了改变，视野一片扭曲，前方的道路似乎无穷无尽，失去了明确的方向。车窗外的一切变得模糊，仿佛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平行的时空，所有的感官都在变得不再真实。你无法逃脱，这里是你的归宿。那声音再次回荡在车厢内，带着冰冷的决绝。就在这一刻，车前的道路突然变得格外明亮，阿东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车灯照亮了前方，他看到了一辆翻倒的车，四周散落着破碎的玻璃和金属碎片。那辆车的形状似乎很熟悉，但又说不上来究竟是哪里见过。他猛地踩下刹车，车子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急促的弯道，最后停了下来。阿东的身体猛地前倾，几乎撞到了前方的仪表盘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。那辆翻车的汽车似乎在向他招手，仿佛在提示他什么。这是什么？阿东的心跳几乎要跳出胸腔，他无力地开口，声音哽咽。他猛地打方向盘，车身剧烈晃动，车窗外四周的景象再次开始模糊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再现实。阿东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所有的景象都不再是他曾经所见的巴拉卡公路，车窗外的景象已不再是山道，而是一片荒废的废墟。曾经熟悉的路标、废弃的标语都消失了。这不是我来的地方。阿东低声说，眼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恐惧。然后他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缓缓走向他，那人背对着他，步伐沉重，仿佛正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走来。你阿东的嘴唇微微发抖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错了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个身影转过身来，阿东的心脏在瞬间停止了跳动。那个人正是他自己。